这武玲珑入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您也不要再多做纠缠。长安城比它标志的美人可多着呢，您又何必非要从陛下嘴边虎口夺食呢？后宫勾心斗角我听得多了，我不会让他卷入那些势力区的。您要是舍不得银子，我改日退还给您，玲珑姑娘就别想了。不知陛下急召微臣，所谓何事？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如今正值采选之际，那掌管采选的总管罗德海却在昨夜暴毙。什么？朕已经吩咐下去，此事万万不可声张。这次召你进宫，就是想让你低调彻查此事，争取早日水落石出。微臣遵旨。哎，老大，这衣裳挺适合你啊，不是吗？闭嘴吧！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晚子时前后，死者应是被人点中颈项要穴，阳虚闭窍而亡。什么人？哎，官人饶命！官人饶命啊！你什么人？奴才只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太监。我问你，这罗总管的死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奴才昨夜从此路过，见这屋灯亮着，就张望了一眼，看见罗总管跟兵部文侍郎一起进了屋。兵部侍郎，他们两人平日经常来往吗？这个奴才不太清楚啊。等等，死者内衣好像有夹层。什么？胡扯！朕昨日与文爱卿商议边塞的事情，一直到深夜，他哪有时间去见罗总管？文侍郎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？晚膳时他便在。怎么？你连朕都不信？臣不敢。告诉朕，是谁暗中造谣诬陷文爱卿？陛下息怒，可能是臣一时疏忽了，待臣再细细调查一下。下次再用这等无中生有的说辞来糊弄朕，朕拿你是问。是。微臣遵旨。那造谣的太监已经被杖毙，现在唯一的目击证人也没了。小太监出现的时间太巧了，有可能受人指使，故意透露这个假消息。我们在罗德海的衣服里发现他的受贿名单，名单上都是此次参与采选的人员。他们应该是想为家中女眷争取名额。罗德海正是掌管此次采选的总管，贿赂他的确是条捷径。你是怀疑是名单上的人作案？有这个可能。这么多人，那咱不会挨个查吧？都在这呢。那件案子有进展了吗？子硕，你进宫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暂时搁置了。
这次参与采选的姑娘全被退回去了。退回了？是啊。听说罗总管为采选受贿，陛下为了肃清后宫，就把采选取消了。哎，玲珑，别走，别走！哎，听我说嘛，玲珑姑娘，采选取消啊是好事，说明咱俩有缘分呢！啊，哎，走。哎呀，玲珑姑娘，玲珑，明日我就上门提亲去啊，把彩礼给你送过去，等着我啊！走。这什么人？这不王麻子吗？本名王进，爹有钱，就没学点好，天天往漂亮姑娘身上蹭。这位玲珑姑娘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哦。防火防盗，小心火烛。此人与罗总管司法相同，杨须必鞘而亡，恐怕是一人所为。怎么相同了啊？这不是还把……你懂啥呀？虽然凶手将死者的命根削去，但真正的死因就是点中颈项要穴，跟罗总管一样。杀就杀了，为什么非要断其命根呢？难道这个凶手有什么特殊的癖好？杀了个太监不过瘾，还把一个正常人……干嘛非让我来这屋啊？那还不是小撒让你来的？哎，千万别上来啊！你别看了，这具尸体有点怪异。这王麻子飞扬跋扈，又贪恋美色，定得罪了不少人。子硕，这王家跟宫里头可有什么联系啊？可我怎么也想不通哎，这两个人怎么会有共同的仇家呢？罗总管受贿，王麻子欺压良民，倒也算得上死有余辜。莫非这凶手是想替天行道？这次行贿事件牵扯的人太多，听家父说，陛下已经拿武家开刀，审了2天2夜了。武家承认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罗德海暗示他们了一件事情。暗示？有人不想让武家姑娘入宫，就花了大钱让罗德海搞鬼。什么？不过这也正常，朝内将卿众多，可能是武家的对头暗中作梗。也就是说，这罗太监想上下通吃？不好了，武家姑娘也出事了。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在1个时辰以前。先奸后杀。从尸体的痕迹来看，死者激烈的挣扎过。至于死因，跟前2个一样。是同一人干的？太监、富家公子、大家闺秀，被同一人所杀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！竟然连未出阁的姑娘都不放过。等等，他就是武玲珑。之前采选的时候，我见过他一面。怪不得那日在凡舍觉得他有些眼熟。你是说，那天王麻子骚扰的姑娘就是她？这是御赐的酒杯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陛下赐的酒杯。我还说呢，这客栈看着不咋地，用的酒杯倒还挺讲究。这说明，来过这屋的是陛下身边的人。
怎么了，小三？你找我？客官稍等啊。来，小二，这里来壶酒。干嘛？干嘛搞得神神秘秘的？我偷偷到文侍郎府上打听过了，他染了风寒，昨晚早早就睡下了，有仆人作证。但是还有些疑点需要查查。不，你又去干嘛呀？啊，老大因为这件事被陛下臭骂了一顿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瞎折腾，让老大知道，非收拾你。可能？可能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可不可能都让你说了吗？吵啥？你说你身手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你疯了吧你？只是跟踪而已，不难吧？我怎么可能去啊？让老大知道我还想在大理寺混呢。我罩你啊！是你少来，就你真不去？不去。哼！想不想做名侦探？想啊。想不想出人头地？想。想不想把紫苏明媒正娶？想。有账。哎，好嘞，来了。不是。客官慢走啊。遵从你内心的选择。想。那就从让紫苏高看你一眼开始吧。等我。完了，这么简单？我还有必杀技没使呢。而我听说这武家主人可是出了名的趋炎附势，平日里八面玲珑，对谁都陪着笑脸。最近好不容易升了官，要说他会得罪人，我可不信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这个武家主人花了大价钱，就是为了把女儿送进宫，这多符合他的性格啊！和武家有仇怨，又是陛下身边的人，你可有线索？是啊，有人说，谢谢。为夫。小撒，快！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文侍郎那马车也太邪乎了，我跟着他一拐弯，连人带车都不见了。什么？我刚从文府探查回来，他半个时辰前就回府了。半个时辰前啊？那会儿我刚跟丢啊。从宫门到文府，怎么也得走1个多时辰吧？总不能你刚跟丢，这马车就出现在文府门口吧？除非那马会飞。你不是会飞吗？啊，三宝，你沿着文侍郎回家的路再走一遍。少来！你想不想让紫苏？等我。半个时辰。三炮，你尽力了吗？你说呢？唉，尽力了。我会在紫苏面前替你美颜的。美颜？既然连你都用了半个时辰，文侍郎在你面前消失，到出现在文府，却只是一瞬间的事儿。可不是啊，马车能有我快吗？之前陛下的证词让我们打消了对文侍郎的怀疑，可是现在所有线索又都指向了他，所以我觉得易容术或同胞兄弟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了。小三炮，你又要干嘛？
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记不记得？文侍郎身边的那个，我跟你说过的老仆人。证据也有了，我去报告老大，抓人呢。等等，你把证据偷出来了？啊？你说这是从侍郎府发现的啊？谁会相信？那咋办？打草惊蛇了？怕什么？再把它还回去呗。还回去还怎么证明啊？哼哼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查到了王家和武家的关系。自从这武家小姐采选被退回之后，就被王妈子给盯上了。这王妈子直接上门提亲，武家主人彩礼都已经收了。凶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，这3起案子都是针对武家的。先是杀死了掌管采选的罗德海，这武家送女儿入宫的如意算盘自然是落空。没想到这武家退而求之，答应了王家的婚事，但王家公子一死，这武老爷再次扑了空。如今这武玲珑又惨遭杀害，凶手看来是不想让武家得势。到底凶手和武家有多大仇啊？小玩意儿。哎，这位老张，我看你面色无光，印堂发黑，莫不是最近有妖物缠身？哎，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来人呐，抓强盗！你干嘛？竟敢在文侍郎面前动手动脚，关你屁事啊！放肆！喂，我斩！哎，文侍郎，我去抓！你别跑，别跑啊！朕记得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案子跟文爱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？臣知错。要是你没能力查案的话，就别查了，朕马上换人。陛下，再给臣一次机会，朕已经有眉目了。那好，朕再给你3日期限。不过这一次，朕希望你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微臣遵旨。我怎么捏？那都是张真脸啊！就一个晚上，假脸就变成真脸了。这要让老大知道，阴天了，乌云盖顶，收衣服去。哦，萨摩多罗，查案岂是儿戏？我说你可以不信，陛下说的你也不信吗？还有你黄三炮，竟然敢背着我跟萨摩胡来，趁早给我滚出大理寺！哎，老大，那文侍郎肯定有问题啊！谁没事在家里藏着面具啊？王老师又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。啊？哦，死者是名男性，长相有多眉老翦，身材魁梧，应该是个习武之人。不会又是点穴死的？这次啊，还真不是。可以断定尸体虽然头被砍去，却是中毒而亡，也就是说中毒在先，砍头在后。凶手之所以多此一举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我们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。李少卿，罗总管的那份名单呢？我都已经查过了，上头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。
先给我看看行吗？真是麻烦。上头的墨迹，我原来以为是罗德海写错之后涂掉的，可这么看来，这处墨迹是后来加上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墨迹的新旧会有细微的差别，比如这处就应该是笔误留下的墨迹，而这处的运笔与其他不同，很有可能是凶手发现名单之后才涂抹上去的。哎，他傻呀！要是他怕人发现，直接拿走不就好了？我们不妨顺着这凶手的思路来想，既然这凶手发现了名单，如果想要掩饰自己行贿的事实，完全可以将帛书直接偷走。可是他只是涂到了自己的名字，而将帛书放回了罗德海的衣服里面，好像是故意让我们发现这个重要的证据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要拿到这份名单，必然会查证罗德海受贿一事。三炮啊，采选的姑娘被退回之后，谁成了最大的受益者？谁是最大？哎，不，你问我干啥？就是你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那个，老大跟你说正事呢，能不能正经点？双爷，你认真听点。你的意思是这些姑娘原本的追求者，或是爱慕的对象？没错。武家行贿本身就影响极差，这样一来，武家姑娘自然是再无进宫的可能。顺了。这个王麻子上门提亲啊，那凶手肯定是不会答应啊，对吧？哎，可是这武家姑娘怎么会被奸杀呢？哎呦，我又搞不明白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李少卿，那日双叶在尸体前进中发现的帛书是不是这样折好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对啊，我怎么知道的呢？慢着，这帛书一直在我这里，你又是什么时候发现墨迹的事的？有点乱，我捋捋啊。想把我坑死啊！王三炮，老大，就是他这种点法，我还是第一次。是不是你告诉他的？我是不是大理寺的人？老大，我就是，你以为我喜欢被两边使唤来使唤去？我这不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仔什么？仔细办案。真的，都是为了案子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三炮，拿酒。啊。哎，三毛多罗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使唤我啊？是吗？高看，高。等我。哎，给。李少卿，我想你的直觉应该早就告诉过你，真正的凶手是谁了。启奏陛下，昨夜有突厥骑兵进犯我边陲大营，无法确定此次偷袭是个人行为还是可汗授意所为。微臣以为，不如先观望几日，若他们就此停手。李治，你疯了！
下，陛下救我！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！怎么，这点劲都吃不住了？啊！李治，给我住手！臣遵旨。朝堂上殴打同僚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文侍郎乃是武状元出身，今天竟被我打成这副模样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陛下，您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回陛下，微臣自从担任侍郎一职，武艺的确有所松懈。近日李少卿突然出手，臣不得其解，但念及此处是皇宫之内，不可冲撞陛下，所以才未还手。哦，如果只是武艺松懈，那不妨让陛下看看你的双手吧。习武之人，掌心处必然会有老茧，为何你这掌心非但不见老茧，反而细嫩的如同文人般？李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陛下，您面前的文侍郎其实一直是由2个人交替出现的，带兵打仗的是一个，与您谈论朝堂政事的又是另外一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文侍郎有一个双胞胎兄弟，大理寺一直在调查的连环杀人案，皆为此人所为。这是不是真的？陛下，这纯粹是李少卿的臆测啊！不知文某何处得罪了少卿，竟然如此血口喷人。你兄弟与罗总管起争执的时候，偏巧被打惊的小太监看见了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你却在和陛下谈论政事。那天下早朝，你发现了我们跟踪你，特意绕了路。可是你没有想到，我在你的府上也有埋伏，发现了出现在文府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敢问陛下，这世上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，可否出现在2个不同的地方？绝无可能。这起连环杀人案一共死了3个人，总管、富家公子和大家闺秀。我们在罗总管的衣服中发现了一块记载着行贿者名单的帛书，你自作聪明涂掉了自己的名字，但这帛书的折法却暴露了你的身份。回府。而且，我们还在发现武玲珑尸体的房间中，找到了一套御赐的酒杯。想必陛下应该还有印象吧？没错，这是朕去年赏给众爱卿的。如果你还想狡辩，陛下，证人已经带到。传。这位老仆跟随文侍郎多年，但即使他知道真相，也不会说出来，因为他是个阴人。昨日的无头尸案，死者明明是中毒而死，却被人砍掉头颅，这必然是为了掩人耳目。我想这尸体不是别人，正是文侍郎的这位亲兄弟吧。老仆，我说的是否属实？文清，李治说的可是实情？抬起头来看着朕，朕要一个答复。陛下，臣犯了欺君大罪，
罪该万死。陛下，李少卿说的句句属实。微臣的确有个双胞胎的弟弟，名字叫做文天阳。文天泽啊，没想到你这么毒。你到底是谁？是你！草民萨摩多罗擅自闯入大殿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你告诉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陛下。哎呀，启禀陛下，这文侍郎自幼饱读诗书，弟弟文天阳则自幼习武，大字不识，却空有一身好功夫。弟弟是中了武状元，却不懂朝中之事，便由文侍郎每天参加早朝，与陛下讨论政事。由于没打仗，天阳便一直赋闲在家。文侍郎怕被人发现，便帮他易容成老仆的样子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兄弟二人经营得很好。直到武玲珑的出现，才让兄弟之间第一次出现了隔阂。武玲珑，就是那武家的独生女。正是。罗总管掌管此次采选，文天阳行了贿，想把武玲珑清除采选，没想到武家给的更多。他眼看武玲珑就要入宫，便一怒之下把罗总管杀死。随后，他拿到了罗总管的名单，只是涂掉了自己的姓名，而非直接偷走。其目的正是要彻底搞砸这次采选。如他所愿，参加采选的姑娘被遣回，可偏偏王马子又看上了玲珑，还下了彩礼。彩礼送过去啊！你的弟弟自然无法忍受此事，便将其杀害，断其命根。听你这么说来，这文天阳是对他有情，那为什么还要杀害他呢？因为这武玲珑从始至终爱的只是文侍郎了。我推测，武玲珑死的那日，应该是天阳假借你的身份前往客栈，武玲珑发现了他的身份，拼死不从，才被他杀死。你知道真相之后怒不可遏，便将文天阳毒死，又怕孪生兄弟的事情败露，才将亲弟弟的头砍下。文清，你竟然骗了朕这么久！陛下，罗总管不死，玲珑就会进宫；王麻子不死，就会对玲珑强取豪夺。天阳说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和玲珑，可他却做出那等禽兽不如的事情。你不是天泽，你是谁？我是文天阳，天泽的弟弟。什么？我从未听天泽提起过他有个弟弟。这是个秘密，除了你没有人知道。那天泽呢？为什么你会来？他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玲珑，你不要进宫好不好？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事情。天泽把我的事情都和你说了呀，你们兄弟感情真好。玲珑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你真的进宫了，哥哥就没有机会见到你。那天泽什么时候过来？我想见他。我在这陪着你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你说什么？玲珑，你看着这张脸，和他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可以为你付出一切的是我，不是他。为了你，我杀了王麻子和罗德海。玲珑，
是不会让你进宫的。玲珑，你别怕，你怕我。玲珑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。天泽他可以，为什么我就不行？你再想想，别不是他呀！救命！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毒死他，解心头之怨。臣罪无可恕，唯愿以死谢罪。带下去，即日处斩。啥新鲜事儿都有。第一次听说采选取消。是啊，姑娘们都不用进宫了。还看呢？再看，保子被你看穿了啊！哎呀，我就担心这是个梦，这梦醒了，他就要进宫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梦？不是，你见得很真实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给我吃好吃的去。哎，不过子苏要真的进宫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拦着他的。拦着干嘛？你可以去陪他嘛。给他当厨？哎，不，你太狠了吧你！哎，对了啊，案子破了，你以后是不是得高看我黄三炮一眼？我发现你有个优点。什么？人长得丑吧，可你想得美啊！萨姆多罗，别让我抓到你，我打！你来啊！我打！哎，呜！进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总是打雷下雨，这样的鬼天气，可真是让人燥得很。老爷这个时辰肯定还在书房习作，补汤煮好了吗？煮好了，夫人。按照我的吩咐做的吗？是，夫人。煮了3个时辰，菜梗都烂熟了。那就好，去送吧。是。哎，让老爷别太辛苦了。哎。老爷，夫人让我给您送汤来了。老爷，老爷。大理寺王嗣成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家中被雷劈死，此事太过荒谬，太过荒谬啊！莫非这王嗣成贪赃枉法，操了天谴？休得胡言乱语！你有何证据说我大理寺官员贪赃枉法呀？我是没什么证据，可是老天爷看得真切。休得胡说！我为官清廉，就不怕遭了天谴？怎么会遭天谴呢？稍安勿躁啊！事关朝廷命官，要是消息传出，
朝廷内部定会一片混乱呐。此事万万不得让陛下知晓。是啊。三胖，上房检查。得嘞。昨夜可有什么异常？府中一向门禁森严，又有专人看守，未见任何异常啊。王嗣成一直在书房中。哎，是。每天晚上主人都在房中习坐。是。可有人进出过？府中昨夜没有客人来访。主人平日里在房中处理公务，总是房门紧闭，听不得半点喧闹。没有吩咐，我们都不敢轻易打扰。是吗？是啊。可是，主人怎么会在房中被雷给劈死？这说不通啊！是啊。老大，避雷的龙头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动过的迹象。双叶，尸体怎么样？除雷击痕迹之外，无明显外伤，也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。不是，双叶，都烧成这样了，你咋看出来的？如果先中毒再死，尸体就不会呈现这样的状态。哎，你在质疑我？不，随口一问。哎，要我看啊，都是他黑心者的祸。要不这雷电长了眼睛，不劈别人，偏偏进房劈他。哎，你小点声，别被夫人听见了。哎呀，不怕，他在房间里还休养着呢。再说了，实话还不让人说，平时就贪赃枉法，收那么多贿赂，能不得报应吗？哎，别说了。呈现如此焦黑状，尸体可能并不是王嗣成，都已经烧焦到没有任何辨识度了，有可能被人偷换。反正要真是他就好了，贪官。哎，这人咋不穿鞋呢？我家主人呐，脚上容易出汗，到了热天的时候啊，他一般在家都是打赤脚的。谢谢各位的捧场。
我们的幻术呢，10文钱包教包会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变戏法的，你过来。你干嘛？我要学幻术，我要学会。 15文。啊，这么多，我可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学会幻术啊，今晚吃饭1个鸡腿变3个。我钱不够，我回去给我娘讨点。你给我等着，别走啊！好，不走，你快点啊！走。你怎么来了？王嗣成前夜被雷劈死，烧成黑炭，你可知道？我们老大让你去看看。不去。老大准备了香茅烤春鸡，吃不吃随你哦。烤鸡。哎，萨摩，王嗣成的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？就在你脚边啊。这儿。嗯。 雾脊上的龙头3炮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不在房上，蹊跷就在房中。平常人家，房上往往设有龙头引雷，龙蛇伸向天空，蛇根连接引线直通地下。我刚看过引线了，在房内的一节竟然被截断了。什么？并且这引线被截断后。 被人接上了一根细铜丝，一直通到这桌下，隐蔽地绕在桌腿上。可是，这是个木桌，难道还能把人电死不成？巧就巧在，这不是普通的木桌。你们看，这木桌上镶嵌有雕花的铜条，只要将铜丝接到这铜条上，房梁上的雷电就会直接引到房间里。更巧的是，你们刚说，王嗣成平日在房间里。 都不喜欢穿鞋吧？看来，凶手对王嗣成的习性了如指掌。每日既然只有他一人赤脚在书房习作，他需要做的只是在书桌上动手脚。可是现在尸体成了焦黑状，无法确认死者身份。去把王夫人请过来。是。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去看看王嗣成的尸体。 萨摩，要问夫人什么，赶紧问吧。夫人，请看这尸体的牙齿。是不是王嗣成？是他，缺了3颗牙，是景泽。你怎么知道？ 今天我路过厨房的时候，碰巧看到了。哎，我为了办案看的。我今天去厨房，看到了下人给王嗣成煮的汤，把芹菜煮烂到那个程度，说明王嗣成一定是哑口王。闻着味儿就来了，你属狗的。5方开外我就闻见了。我要是偷着吃点东西还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这是哪里的美味啊？我怎么从未闻过？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捡的。怪，萨摩已是大法第34条，样怪则鲜美。待我助他一臂之力。萨摩，萨摩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赶紧跟我走！我……哎呦，急什么呀？天大的事也要等我的鱼汤开锅了再走啊！赶紧跟我走啊！我要喝汤！快跟我走！要喝汤！跟我走！喝汤！快走！汤！走啊！
死者陈耀宗是个书生，伏案习作时被劈死在家中。哎，这尸体可真有造型感。哎，他的手里紧紧握着这个，你们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书生在平康坊有一位私交甚好的小燕姑娘，这东西可能是他给的定情之物吧。来人，在，去把小燕姑娘找来。是。耀宗，耀宗，耀宗，为什么这么狠心离开我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女从未见过。官人，求你一定要帮忙破案啊！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。别再做戏了，我觉得你杀死书生的可能性最大。什么？书生忙于科举，顾不上你，跟你进行了诀别，此事有误吗？没有。所以，你因爱生恨，杀了书生，并造成雷劈死的假象。不是。跟王嗣成的事件重合，企图逃过制裁。不对，凶手不是他。什么？什么？他浑身脂粉香气浓，装束庄重，并且身上有很强的酒气，妆容也有些花调，头发不整，应该是在妓院招待了一晚上客人吧。并且我推测，书生应该并不是要跟小燕姑娘断绝来往，而是许诺考取功名后就回来替她赎身。你手里紧紧握着的，就是书生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小燕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想问就问了，干嘛藏着掖着？我没有。爱问不问，难受的是自己吗？哎，小撒，是我想问啊，那个你怎么发现小燕姑娘嚎啕大哭是为了玉佩的事儿？很简单，她进来的一瞬间，第一时间就是摸自己胸口以上2寸的地方，不是心口的位置，所以不是为了平复呼吸，而是说明她的胸前挂有饰物。而且王嗣成夫人也让我见识到了，死掉爱人的那种伤心是演不出来的。虽然我不太理解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王嗣成的尸体那边还有没有发现？暂时没有。来，用力来！你们这是？啊，朝廷下令，防火防雷。用这个？嗯。找一块4寸的鱼尾形状的铜瓦放置在屋顶上，就可以避免雷电引发的天火。你们这个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东起泰山雷，南起衡山雷，西起华山雷，北起衡山雷，中起嵩山雷，五雷速发。欲请时请，征服高蒙，水天二极，混一成真。五雷，击毁皇陵，阴云变化，后见群情。伏击之，突发扬声，声雷急速行，急急如律令。老大，喝茶。如果按照萨摩所说，可以排除小燕作案嫌疑的话，就要从别的地方入手了。大理寺城，书生，这2个案子，这2起雷击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近，案情相似，想必必定有联系。子苏，你回想一下。我
我想起王嗣成跟5年前一起强奸案有关，长孙家4公子被告强奸，那个死去的书生陈耀宗为其做了不在场证明，所以王嗣成以证据不足未将其定罪。这件事情很蹊跷，但是当时并没有更多详细的记载，均一笔带过。案子于武德9年农历11月初4未时结案。当日晴，艳阳高照，气温宜人。牛。当年案子的证人，果然是那个书生。这就是2人的联系。三炮，哎，你去探查一下那个妇女的亲人。好，这就去。我打听到了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那妇人的丈夫一直在长安城以卖鱼为生，他的家就在这里。想必你已经知道大理寺丞和书生的事情了。嗯，我知道。那你可知道，这2个人都与你妻子的案子有关？老天开眼，为我报仇雪恨！那件事情发生后，素英整天以泪洗面，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人了，让我写休书休了他。每天洗好几遍澡，一遍遍冲刷自己的身体，都搓掉了一层皮，还吵着喊着自己脏。有一天，我从鱼市上回来，素英她就上吊而出，身上的皮还都是烂的。你现在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犯，这2个人的死跟你都脱不了干系，所以你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。如果有可能，我真想亲手杀死那2个畜生。可是下大雨那天，我在东市卖完鱼，就急忙赶回了家中。哪里都没有去，邻居可以为我作证。至于书生他死的当夜，是我固定每月自家鱼塘换吃水的日子，一换吃水就需要整整2天2夜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出门。真是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呐！隔壁的渔夫跟你走动多吗？还可以，经常有往来啊。他平时为人如何？我们现在怀疑他与2起命案有关。啊，不可能吧？绝对不可能！他可是老实的要命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是他总是帮助附近的邻居，还跟别的商贩不一样，常常把自己要卖的鱼分送给我们吃。这么好心的老实人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那下雨那天，他在哪儿？你是说大暴雨那天？对，他在家。那天我去他家，想让他雨后帮我看看屋顶上的漏雨，他确实在家里。那2日前呢？2日前，哦，2日前他在家中换池水。昨天早上我妻子还抱怨晚上睡得不好，是因为被王老汉家里巨大的换水声给吵醒了好多次呢。有什么进展？书生的口、鼻、脏器内均没有发现灰烬，也就是说他是死后被焚尸的，身体内也没有中毒迹象和外伤致死的状况，
心也是麻痹状态，所以说啊，应该就是雷劈致死。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。哦，还有，他手上握着的铁牌，除了纹样奇特外，没有其他发现。慢点吃啊，别噎着。世间没有会伤害我的食物。客官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不三不四招呼客人，快点快点。请。上面还有厢房啊。哇，我怎么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啊？这什么鱼啊？哪来的？最近的鱼市在卖很多奇怪的鱼，只要是我没见过的，我都会买来尝一尝。四娘，我发现你的手艺有进步哎。吃完赶紧朝案去，老娘等着收尾款呢。我差点忘了，你看这个。这个东西，我知道是谁做的。你知道？我找他做过暗器。这又不是暗器，怎么确定是他呢？因为全长安城能铸造这种铁具的人，只有他一个。小哥，啊，你看看，你认得这个吗？出自我之手，怎么不认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把这个铁牌卖给了谁吗？这种专门定制的铁牌，我只做了2个，都卖给了一个从吐蕃来的巫师。谢谢啊。啊，都卖给了从吐蕃来的巫师。我也听坊间百姓说过，这个巫师通晓雷电之术，还知道大家如何安装避雷装置。要利用这一点和巫术来杀死大理寺丞和书生，都再容易不过。没错，吐蕃向来和我大唐战火不息，近来局势更是紧张。也许巫师正为该国派来的杀手，先灭大唐官员和才子，然后灭国。给我搜！别再装神弄鬼了，我们都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为什么用法术杀人？我没有杀人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看就是吐蕃派来的杀手，准备伏法吧。我冤枉啊！我只是在练习五雷咒，使用技巧还没有掌握。如果掌握，现在就该打雷了。还敢狡辩！死者手中的铁牌，据说只卖给了你一个人，不是你是谁？这太可笑了！我确实在永乐坊的师傅那里买了这个铁牌，但是我是用来制作法器、一观天象使用的呀。少卿，找到这个，怎么样？的确和书生手中的一模一样。搜到些衣物。还有活鱼。你看这，也就是说，当年的案子，为长孙公子作证的还有一人。对，宣化坊的一位宿商。走，他会有危险。又有一人被电死了，死者是宣化坊的一位宿商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昨夜跟你妻子的案子有关的那个宿商死了。看来我烧的香真的一炷都没白费，苍天助我。所以你们是又怀疑我了吗？不然如何？
死掉的3个人都和你妻子的事情有关。我明白，我确实有最大嫌疑。可是我身体不适，都没有出摊卖鱼，在家休养了1天，哪儿都没有去。你们可以随便问街坊。来，老大，喝鱼汤。这鱼汤可炖了很久哦。嘿，你傻呀？嚯，是挺烫啊。来，来，哎，鲜，哦，刚才我听说呀。这鱼市上啊，最近出现了很多怪鱼。虽然味道一个比一个鲜美，但捕捞起来啊有点费劲。说坝河边有个渔夫收网的时候被累着了，浑身抽搐，直直的倒在水里，当场毙命。萨摩，我想知道，你的铁牌是不是曾经丢失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丢的？上次给巫师做铁牌时，刚做好2个就发现不见了。上次我来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啊？我以为是小孩淘气给搞丢了，没放在心上，就再做了2个给巫师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事。沈兴龙，啊，大人，我是长孙家的下人，我家公子失踪了，夫人在家中一病不起，派我来告诉你们。天哪，他不会已经死了吧？肯定是死喽，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消失呢？我明白了，你们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去拯救公子。他还没死吗？还没死，快，再晚来不及了。我可不去啊！你为什么不去？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救长孙公子啊？他难道不是最应该死的吗？我们都不要去救他，等他被杀死吧。滔天罪行也应该用律法，也只能用律法来解决。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痛苦了吧？去死吧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住手！闭嘴！我认为我已经做好了一切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为了给亡妻复仇，你的确费尽心思。即便如此，你的作案手法还是漏洞百出。三炮告诉我，最近有渔夫因捕到怪鱼被累死，那是谣传。我在鱼市了解到的事实是，一位渔夫捕捉到了一种名叫电鲶的鱼，他不幸被电鲶电击而死，而这种电鲶正好满足了你复仇的需求。三炮在你的家里发现了吐蕃的法术竹简，说明你与吐蕃巫师有来往。我们搜查了巫师的住所，他的衣物都破烂不堪，鞋底也快被磨破，可见生活定十分窘迫。我看到他画的五雷符咒是错的，说明他确实不懂术法，但他只晓修万物之理。还有活鱼啊！我们在巫师家还搜到了活鱼。巫师供述说，你在贩鱼的途中与他结识，得知巫师喜欢吃鱼，你就经常带着捕来的鱼去扮演他，他便授予了你一些引雷制电的原理。后来你得知巫师在铁匠处定制了小铁牌做法器，所以你趁铁匠不备偷走铁牌，用铁牌作案，并故意将其留在案发现场，栽赃陷害于吐蕃巫师。作为一个渔夫，你经常宿渔到那些官员府邸，跟下人们混得熟了，甚至可以随意出入戒备森严的王嗣成家，对王嗣成平日的起居作息自然也是了如指掌。你伺机潜入王嗣成书房，将避雷的铜线连接到有铜条装饰的桌子。雷雨之日，王嗣成赤脚在书桌前习作，便出现了
在房内被雷击致死的怪象。杀死书生时，你将水之中养的电粘放在水缸里，并用板车拉到书生家，在书生睡梦中将绑有铜线的铁盘放在书生手里，然后把铜线另一头放入充满电粘的水缸之中，书生当场被电死。然后你放火烧尸，再将其放回床上，营造与王思成一样在室内被雷劈的假象。清修后，你把电粘砌在了山坡上，以为会有畜生吃掉。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捡的，没想到却被客人带回了樊舍，被四娘烹制，真巧。再说说你的不在场证明，书生被害当晚，你说你在换洗水池，邻居作证，听到换水动静很大，那声音我在鱼室里也听到，是鱼翻腾的声音。这种体型硕大的电粘需要大量的小鱼作为食物。你将电粘吃剩的小鱼分给了邻居，邻居还以为你是个好心女。你杀掉了王思成和书生之后，我们找到了你，觉得事情快要败露，遂将素商杀死。从现场的痕迹和验尸结果推断，你杀死素商时异常仓促，手握木棍或木板，将其头按在了装有电粘的水缸中，电死、烧焦。我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水迹。你说你当天生病没出门，可是为什么你的鞋子却全是泥巴？院子里装鱼的板车也是湿漉漉的，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？哼，我佩服你。不过，我的报复计划也快要完成了。没错，就是我杀掉他们。可他们都该死，都该死！那个软弱的书生，目击了苏银被这个混蛋强暴。但是却畏于强权而做了假证。苏生当时在旁边戏谑嘲弄我妻子。王思成收了这个人的贿赂，而把案子压了下来。这些人都应该受到雷公的制裁。那个死去的渔夫是我一起打鱼的朋友，就是死于电粘击中。于是我就萌生了这种方法复仇。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。我现在就要亲手杀死这个畜生！快人救我！快人救我！放手！久等了！哦，来！哎，我告诉你们说啊，以后呢，你们再也不能说我萨摩多罗，只认钱不认朋友了啊！有什么好事没想着你们啊？这个是我独家秘制的萨罗汤，10拳大，所有的精华我都放在里面了。来，尝尝。不错哦，真好喝。不过这渔夫虽然杀了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算是替天行道了。总结的对，耶！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咱们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呀。什么意思啊？鱼汤，鱼汤挺好喝的。对啊，还行。真鲜。说不定啊，渔夫就在你们3个的肚子里呢。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！
任何人都不能打着主持正义的名号，剥夺他人的生命权。我掐死你啊！我打！这是几场监狱